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9月14日，星期日。浙江大学2025级研究生开学典礼的日子，这样的重要时刻，当然要记录一下。这次开学典礼分为2场，上午是学院的典礼，下午是学校的典礼。现在是上午，我正骑着车去参加学院的开学典礼。阳光正好，微风轻拂，骑车在校园里，心里莫名的平静，也充满期待。就让我们边走边聊吧。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：人到中年，究竟该怎样活？最近这几天啊，一个朋友也从北京搬到了杭州。在吃晚饭的时候啊，他说的一个词叫超级个体。这个词我第一次听到，大概是在10年前罗振宇的逻辑思维里面。那时候听起来觉得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概念，而如今再回头看，它似乎已经成了我们这一代中年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。为什么说是不得不呢？因为在当下经济持续下行的大环境里，想再靠融入某个组织来实现自我价值，其实已经越来越难。一方面，市场在萎缩，岗位在减少；另一方面，我们也逐渐明白，那种在组织里慢慢爬升的路径，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出路。更何况啊，即使进入了一个组织，每天朝9晚5打卡上班，听着领导分配那些自己并不认同的任务，写着一份又一份毫无热情的 PPT， 还要在各种人情世故中小心应对。要不是为了那份薪水，谁又愿意把自己的时间、精力和热情都耗费在这些无聊的重复当中呢？那自己创业带团队是不是一条路呢？或许是，但在如今的环境下呀，创业的门槛更高，风险更大，成功的概率也越来越低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更需要重新思考人到中年的活法。或许成为一个超级个体，正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新答案。在不确定的世界里，为自己找到那一点点确定性。镜头前的就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开学典礼的会场，现场气氛庄重又热烈，每一位同学都在等待属于自己的开学时刻。亲爱的2025级研究生新同学们，我们学院的各位老师们，请坐下。希望你们开拓创新，奋发有为，进一步的从会读书的人
成为会创造的人，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健康力量。下面呢，我们进行第5项议程，为2025级非全日制 MBA 的临时党支部授旗。为党育人，为国育才，管理学院党建工作一直引领了学院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。学院党委。那什么是超级个体呢？简单来说，超级个体就是 U 盘化生存的人，自带系统，随时插拔。它意味着你不再依附于某个组织、某个职位，而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操作系统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能独立思考、自我驱动，靠自己的能力、知识和影响力去创造价值。这种人不怕环境变化，不依赖平台给机会，他们掌握了自己的时间、节奏与方向，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融入组织，发挥价值，当环境不适时也能抽身而退，切换到下一个舞台，带着自己的能力和积累继续前进。U 盘化生存，说到底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可携带的生态系统。你的知识、你的技能、你的资源、你的表达力，成了你最稳定的护城河。别人拥有的是岗位，你拥有的是能力与可迁移性。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里，能随时插拔、随时切换、随时重启，也许这才是中年人最大的安全感。那成为一个超级个体，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有3个关键词：自由、确定性和长期成长。首先是自由。当你不再依附于某个组织时，你就有了真正的选择空间。比如最近被封杀的护城风，他之所以能敢讲、敢说、敢表达，是因为他的价值并不依赖任何组织，他的收入来自粉丝，而粉丝喜欢他的原因正是那种真实与特立独行。他只需要做自己，就能获得认可与回报。这就是脱离组织依旧能创造价值的力量。你的价值来自于你本身，而不是上司的认可。其次是确定性，听起来有点矛盾。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，个人的确定性恰恰来自于可迁移的能力。比如一个会内容创作的人，他无论在哪个平台都能用文字、视频来表达自己。当你的能力可以带走、可以复制、可以转换，外部的变化就不再那么可怕。最后是长期成长。超级个体不会被职位、头衔所定义，他们更关注自己的成长曲线。他们通过持续学习、不断创作、主动连接，去拓展新的可能性。像很多独立博主、自媒体人、知识创作者，他们都是从职场人起步，靠专业能力、表达力和自驱力，一点点打造出属于自己的舞台。他们不再是谁的员工，而是自己人生的 CEO。所以说，成为超级个体的意义，从来不只是一个人去战斗，而是让你
在任何环境下都有底气，不依附，不焦虑，让生活和成长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从小到大，我们总是被教育要听话、遵守、融入，于是我们很习惯被他人影响，却很少去思考自己能否去影响别人。可当你慢慢步入社会，你就发现，一个人能为这个世界创造多大的价值，往往取决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人。在数字时代，这种影响力就是流量。流量不是虚的数字，而是一种被信任、被倾听的权利。当你的想法、经验、知识或创意能启发别人、帮助别人，你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影响力。而当这种影响力被不断放大，它就会自然转化为财富与成就感。举个例子，李子柒把中国的田园生活拍成了诗，让无数外国人第一次通过视频理解了东方的慢生活。董宇辉用真诚的语言讲知识、讲人生，在带货之外，也点燃了人们对阅读和思考的热情。他们的财富与名声其实都来自于同一个核心，影响了他人，也成就了自己。这就是超级个体的最高形态，不再只是依靠能力生存，而是通过影响力创造价值，让别人因为你变得更好，你也因此活得更有意义。所以，真正的成长不是学会顺从，而是学会影响。在这个人人都能发声的时代，你我都有可能成为那个发出光、照亮他人的人。说完这些，可能有人就会问了：现在人人都在影响他人，人人都在做自媒体，可真正能做成的又有几个呢？确实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成100万粉丝的大 V，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该去尝试。因为影响力从来不是目的，而是结果。不是人人都要成为网红，而是人人都要学会表达、连接和创造。哪怕你影响的只是身边的同事、客户、学生或朋友，那也是你在这个时代的一种影响力。超级个体的核心不是被多少人看见，而是能否用自己的方式被需要。拿我自己来说吧，我现在每天几乎都会看几位固定的油管博主的视频。你说，看完之后有没有学到什么知识？或许有一些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我获得的其实是一种陪伴。当你认同一个人，喜欢他传递的态度与观点，他的视频更新就会变成你每天的一份小期待。有时候甚至不为内容，只是想看看他今天过得怎么样，说了一些什么。这就是被需要。他可能没有拯救世界，也没有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，但他在无数人的生活里提供了片刻的陪伴和共鸣。而我们这些观众也在他的表达中找到了一点温度。这
就是超级个体最动人的地方。他用自己的方式、自己的频率被这个世界需要，也因此被这个世界温柔的接纳。所以，做超级个体，并不一定要红，也不一定要被很多人看见。重要的是，你有没有在做自己真正相信的事？有没有在用自己的方式创造价值？超级个体的意义，不是去讨好世界，而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被需要。人到中年啊，活法也许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被世界需要，不必轰轰烈烈，只要真诚热爱，哪怕影响的人不多，也能在被需要的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与热情。128载，筚路蓝缕，浙大人直风而行。回首过去，老一辈浙大人坚守信仰，坚持信念，坚定信心，在历史巨澜中傲然前行，以专业知识和坚定信仰担当民族复兴之责任。这些名字如同星辰，与浙江大学心一同闪耀穹苍，照亮一代代浙大人砥砺前行的未来。同学们，无论你是谁，来自哪里，一段全新的历程将以你的名字开启。这个名字的每一笔、每一画，都将为一个求是精神的基因。你未来的人生选择和重要时刻，都将与浙江大学紧密相连。你的名字也将化为闪耀的星辰，在浙江大学的绚烂星空中熠熠生辉。以求是之心开启探索，以创新之笔书写未来。从这一刻起，你正式成为一名浙江大学的研究生。此后，你将与历史上众多灿若星辰的名字一起，分享浙大人这个光荣的称号，共同承担起服务民族复兴、促进人类进步的重任。最后，请全体起立，让我们一起唱响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